这是什么？锦囊。做生意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身在扬州，嫁进我家，又得了我娘的赏识，天时地利你有了。至于人和嘛，小爷我有办法，助你各个击破。木料行的马掌柜，新晋擢升，资历最浅。别的老狐狸或许真想置你个下马威，他却未必。他眼下最想要的是靠山，你只需避开其他人，私下略显拉拢，他便会前来迎合。少东家，哎呀，前日啊，都怪通报的人没有说清楚。要知道是少东家您的传召，我就是不睡觉也能挤出时间来见您。生丝行薛掌柜的儿子薛满才是铺上的富商，他还欠了我80两赌债还不起，不敢让他老子知道。薛掌柜拿架子，你不妨找他儿子，略提一提赌债的事，保证他什么都给你解决。少东家，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都能给您办妥。牛河铺的高掌柜是个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不来见你，恐怕是真的脱不开身。那你便虚心上门，做足晚辈的礼数，等他腾出空来，他必知无不言，尽心尽力。少东家。少东家，你看，这是预算。我知道了。哎，您看这个，我进800担，可以吗？少夫人，以小人之见呢，可以进900担，多出100担来作为库存，以备不时之需。少夫人，咱们都快跑多少家了？全扬州都快让您跑遍了。这种看货比价的小事儿，让下人来就行了。以您的身份，可需亲自奔走啊。你不懂，这事儿不能交给他们，他们就是觉得我年轻不懂行，所以不把我当回事儿。我就非要多走多看，弄不好这些小枝节就永远当不了大老板。哎，停车，停车，停车！公子，少夫人。柳玉茹，上车。你怎么累成这样？没吃晚饭？哎，我的点心。哎，别说晚饭了，我午饭都没吃呢。萌萌了。顾有司，你功课做了没？做完了。我跟你说，我晚上回去可是要抽查的。行，查，慢点吃，别。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转走？当然了，我的百万两在远方等我呢。前面停车。停车？咱不回家吗？我城北的街铺还没去呢。那我送你去不？哎，不用，就2步路。这个再拿一块。走了，你自己回去吧。哎，今日啊，有件怪事。朱学究写信给我。哦，莫不是九思又在书院里闯祸了吧？他闯祸那就不是什么怪事了。也对，那就是朱学究嫌他冥顽，又请辞不肯教他了吧？
朱学究写信夸他了，说他近来可谓勤学苦读，功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夸我呢？哦。玉如无礼，想先行离席，回去重算一笔账，请公婆准允。啊，去吧，我们家没那么多的比较规矩。哎，饭也不吃了，秀仙呢？蕊如，吃你的饭。成了。十有八九。今日周老板看了我的样品，很是满意，林林总总都谈妥了，说好了，明日就来签字画押，缴纳定金。那恭喜恭喜！这里有你的功劳，明日事成，我在翠明楼摆宴，算是答谢你。哎，不用了，我请你，就当是庆功宴。不行，这个你不能跟我争，毕竟明日开了张，我就是柳老板。好，恭敬不从命，恭喜柳老板，恭喜，恭喜！哎呀，柳老板，你早点睡吧，明天可是你的好日子呀！哎呀。哎，不对，怎么了？我要再去多备一份画押用的朱砂，然后再检查一下我的私钱有没有带上。魔怔了吧？昨日不都说好了吗？顾夫人，周某也是十分抱歉。无妨无妨，我只是想请问，为何要变卦？毕竟像这样的大宗采买，还是顾家商号最宜承接。确实如此，可昨日的确有商人带来了样品，而且货品的价格还比你们家低了2成半，同时还会提早1个月交货。扬州除了顾家，竟还有这样雄厚的商号。扬州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周某也确实大开眼界。少夫人，说句实话吧，周某更想与顾家合作，因为顾家值得信赖。但是幽州积贫，财力有限，我只能暂时观望，所以签字一事也只能从长计议了。少夫人，是周某失言在先，惭愧不已。周老板客气了，在商言商，理应如此。周老板千里迢迢来到扬州，我也希望您可以满意而归。多谢少夫人，周某先行一步，抱歉。对了，周老板，还想请问，与您洽谈的那位商人是？木子商，谁呀？我怎么没听过？总之就是这号人横刀抢走了少夫人的生意。这庆功宴，少夫人肯定是不会来了。他怎么了？叶红说，少夫人从早上到现在一个人在房间关着，闷头冥思苦想，估计是想对策的吧。
早1个月。这骆子商是什么来头？少夫人，说是有个骆公子弟来拜帖，邀您去翠明楼一叙。骆公子。哥子，您这边请。九思啊，你可算是出来了。哎，现在要在书院外边见你一面，可太不容易了。哎，话说你今天是用什么金蝉脱壳的妙计躲开了这母老虎？什么老虎？找你们俩呢，是想请你们帮忙打听个人，这人的名号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头绪？谁啊？什么人这么神秘啊？骆子商。笑什么呀？认识？九思啊，看来你是被关太久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你可知道，在你不在江湖之战期间，咱们扬州城的第一花花公子名号已经换人了。你猜猜是谁？就是这位骆子商。正是。这人什么来头？刘老板，久仰。骆老板，请。刘老板，可是生我的气了？商场如战场，骆老板把我想的太小家子气了。那就好。若是因为一桩生意失了与柳老板交朋友的机会，就太可惜了。这是我从狮子国带回来的一对月长石，今年海难平壤，整个扬州仅此一对，赠与柳老板做一对明月当，不成敬意。生意人广纳四海，南来北往都是客人。坐下来喝杯茶便是朋友，无需这门结交。这茶是好茶，只是过了季节，香气差了半分。骆老板突然造访，有何指教？指教不敢。骆某是来与柳老板谈合作的，凡两家相争，无论谁争赢，都是惨胜。压低了价格，买方获利，卖家却少了赚头。这等费力不讨好的事，骆某从来不做。骆老板的意思是，要与顾家一起，一并承接幽州周老板的订单。不，我不想与顾家合作，我只想与柳老板你合作。我？没错，这钱与其让顾家赚了，倒不如柳老板自己来赚。若顾家退出竞争，让骆某拿下订单，那从幽州来的那位周老板，也只能从我这里出货，骆某便可要一个好价格。收款后，我会再拿出30%的利润，以个人的名义拨在柳老板的名下。骆老板是在教我不劳而食，吃里扒外吗？柳老板用词不雅了，这分明是借风擒船，为自己经营罗算罢了。柳老板不是一向精于此道吗？30%利润，可是有万两白银。我虽非须眉，但也读过一些圣贤书，知道忠孝仁义4个字。背叛雇主是不忠，辜负长辈是不孝，抬价欺客是不仁，欺瞒夫主是不义。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莫说是万两白银，就算是100万黄金，我也断不会做。应红，我们走。柳氏玉茹，不装柳家嫡长女；父名柳轩，不宜出身；母名苏婉，江宁氏族之女。
只可惜在你5岁那一年，一场大火几乎烧死了苏家所有的男丁，苏家自此没落。自此之后，你母亲悲痛成疾，而你父亲看你母亲靠山倚岛，便肆无忌惮宠妾灭妻。这些年你的日子都很不好过吧？我娘家的陈年旧事，劳烦骆老板费心打听。陈年旧事。好，那我再说一些新进的趣事。若论经营谋算，骆某可不敢在柳老板面前班门弄斧。区区不伤之女，家底也不过啊，居然差点就嫁给了扬州所有高门贵女都一心想要嫁而嫁不得的人叶世安。你胡说！柳老板，不必惊慌，这里只有你我。你的丫鬟应红也是你的陪嫁心腹，放心，别人听不见你。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怎么嫁进顾家的，你心里清楚。顾少夫人这名头值不值钱，全看顾家怎么待你。他能纵着你经商整家，也能收你大权，断你财路，让你过上和你母亲一样一生悲惨的日子。你这么拼命，无非就是想多捞点傍身，以防顾九思只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趁着掌权，多捞一点，攥在手里才是真的。你是聪明人。柳老板，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站住！你们能不能捡重点的说呀？哎，这些不是重点吗？是啊，说了半天就是说他如何博得花娘的青睐，见过什么会飞的狸猫，比楼高的灰牛，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些。那你想打听什么呀？我想知道他来自何方，本钱几何，几时起家，还有他平时做什么生意，惯有什么手段，家里面有几口老小，5夫之内有什么亲戚，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九思，你打听这些做什么呀？不管着吗？就说这忙，帮不帮吧？哎，谁叫咱们是兄弟？你开了口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其实吧，这个弱子商也算张扬。咱哥咱逃了学出去打拼，不出3日，这都清清楚楚了。是你们俩逃学，我可不逃。现在好不容易没人管你了，你还要乖乖上学啊？我可是要考解元的人，跟你不一样。走了，上学去了。骆老板果然不是等闲之辈，洞察世事，舌灿莲花。这番说辞，也令人难以招架。只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我的夫君顾九思，他与旁人不一样，他对待感情，至纯至真。至纯至真，自古男儿汉，多是薄幸人。我走遍四海，但见人心易变。他顾九思如此，我亦如是。他眼下心仪于你，你竟会相信男人口中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李老板，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你错了，他从未对我许下海誓山盟，更何谈海枯石烂？你消息灵通，但你恐怕不知道，他心中的爱眷良配，并不是我。他若不喜欢你，怎会纵着你大闹青楼，丢尽了他的眼力？他若不喜欢你，为何不休了你，还为了你奋发苦读？他若不喜欢你，为何逆转性情，改进了好物？你不懂他，他待我是仁慈，是仗义，是赤诚，